男嘉宾张先生24岁，来自河北个体；女嘉宾王女士24岁，来自山西，副店长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据说是聚餐的时候一见钟情是吧？对，是你钟情他还是他钟情你啊？我钟情他。啊，聚餐的时候你一眼就瞄上了人家是吧？你钟情他了吗？刚开始没有，然后后来追了我一段时间，我就觉得他人还挺好的，哦，然后就答应了。啥问题啊？就是8个月之前，他跟我说了一回那个订婚的事情，然后但是被我拒绝了。啊，因为我得为我未来考虑，我觉得现在的他，我俩还不适合就是谈婚论嫁的那种地步。他身上有好多小毛病，然后我就想，就是等他这些小毛病有所改善之后，然后我再跟他说订婚结婚的事情。然后我们之间就发生好多不愉快。哦，说说这些不愉快。就是他家就他一个孩子嘛，然后就娇生惯养那种大少爷脾气。刚开始处的时候都没发现他有那种脾气。然后后来呢，他就感觉他特别好吃懒做。对金钱什么的都特别没有规划，我就想要不让他把他的工资卡交给我，可是他竟然背着我去透支了信用卡，而且还就是为了还信用卡的钱买了个假钻戒骗我，我就感觉特别生气。不，你认为他不会计划花钱，对，所以你收了他的工资卡。对，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？我一个月7、8千吧，8、9千。7、8千也不错了啊。他每个月给我的生活费太少了。给多少钱一个月？1000。你说我一个大男人，一个月1000块钱怎么能够啊？你说偶尔平时还跟朋友们出去聚聚会啥的，也不能总让他们花钱是吧？啊。你说我总得买单嘛，然后我还得上班，还得加油，然后没事我还有点小爱好啥的，你说不都得花钱吗？怎么能够啊？然后我就去银行办了一张信用卡啊，我就寻思最起码有点那个私房钱啥的是吧？啊，那假戒指是怎么回事啊？假戒指吧。本来钱不够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他也不给我，然后我就跟我哥们说我说钱不够，然后他们就给我想了一个法儿，就说你就买个假戒指，就骗他一下，然后就他就给你钱啊，就是说假装就是送他个小礼物啊，然后我说我这钱不够，你说你就再给我点儿，然后我再买个礼物送你。这戒指骗了多少钱走啊？2000多，不到3000。他给我买的戒指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贵，其实只有几百块钱。而且他什么事情都是他朋友，每天老听他朋友的。你说他和他朋友合起伙来骗我，是，就心里都特别委屈，凭什么呀？对。而且他说话总是出尔反尔，就是不算数。比如说，就是上次我给他报了一个那个成人自考因为他家是干家装的嘛，就那个小公司，而且现在生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，我就想着就是学点人力资源管理啥的，对他的社交呀还有工作都有帮助。可是他老骗我，就是他又骗了我。他说那个，哎，你看媳妇儿，我来上课了啊，我来上课了。但其实他根本就没去。我在他微信里边发现他那个跟朋友有那个开黑群，天天玩游戏去了，去网吧。那不是我个人爱好吗？再说你给我报那个专业根本不是我想去的，而且你想我高中毕业那么些年都没上学了，你突然给我报个课，你告诉我第二天让我上课，你说我能怎么办呢？我只能答应你了，是不是？你虽然说口头答应，但是心里没答应。心里没答应。你说我要是说个不字，你说你这跟机关枪似的，嘟嘟嘟，你这眼神都能撒手好几次了都。而且他骗我都不是这1回2回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看主持人他那么胖，我就想着给他报个健身房，让他减肥啊。然后他这次就是我觉得他已经痛改前非了，答应的特别好。人家媳妇儿，我这次一定3个月之内一定要瘦到多少斤。然后呢就说的特别好，而且还买了一身特别贵的运动装备。我就想着他肯定就是这次一定会下定决心减肥。可我没想到都1个多月了，然后他就反而没有瘦，还胖了。我就特别好奇他整天在健身房干嘛呢？干嘛？结果我就有一天我就去找他，他就在那个休息室在那儿一边啃着鸭脖一边在那儿那个玩手机。那我健身我不能总24小时健身吧？我也有休息时间呢，是不是？那我健身饿了，那我得吃东西啊。你让我就觉得他特别不上进，你知道吗？对呀。而且他有时候还拉着我不上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吧，就是怎么说呢？我现在已经是个副店长了，就是升职的空间还是很大的。做什么的副店长？就是快餐店，就是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，然后福利啥的都挺好的。但是他就是有一天突然跟我说不让我去上班，以后结婚非要让我待家里，就是相夫教子，就是过那种
就是不让我去上班了，反正就。我妈说了，说是咱俩要是订完婚的话，会多给你加点聘礼，然后你就不用上班，你天天在家就是享幸福就行了。可是我不想要那样的生活，我就感觉他就是拿钱在买断我的后半生一样，而且他什么都是他妈说，什么都是他妈说什么，他妈说什么，都处这么长时间了，他妈让他干啥就干啥。你说的是大妈还是二妈？他就一个妈。俩妈。大妈说你得把二妈娶回来，二妈说你得减肥健身，还得考自考。行，接着说吧。啊，对他妈说就是让我们结婚之后就是搬到他们家小别墅去住嘛，但是我不想去。你想，就是他现在还没结婚呢，他都那么听他妈的话。你说要以后结婚了，我们一大家子生活在一块儿，然后呢，他妈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就是想让他，就是我们俩想自己在外边买房子，我就让他去跟他妈说我们就是想在外边买房子，而且就是首付的话，我们可以就是一家一半，然后房贷我们2个人还就可以了。当然他就是我不知道他嘴呢特别笨，不知道怎么跟他妈说的。我妈说了，说你结婚出去买房干嘛呀？咱家那么大房。你看他什么都是他妈说，他妈说什么干什么事情都是他妈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是嫁给他了还是嫁给他妈了？这倒也是。你嫁给我妈，我爸也不同意呀。看他就是每次就这样，每次一说他就特别老是那种开玩笑的，就不当回事儿。而且我们就因为这个买房的事情嘛，让他妈就不像以前那么喜欢我了，肯定他妈就以为我在挑拨，就是他和他儿子之间的关系。但是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，我跟他妈本来就是一点矛盾都没有。但是就是因为他在中间就是嘴特别笨，不会说话，搞得我们现在见面都特别尴尬。而且后来他妈说，那你们就赶紧把婚事定下来吧，如果不定的话，我就让我儿子去相亲去。他妈说呀？都是我妈跟我说，就是让我告诉他，如果说你再不跟我订婚的话，他就给我安排相亲了。你去不？我得看他啥，他要是跟我订婚，我就不去呗。你看他逼我，就是这是我妈说的，让我逼迫他。你妈说让你逼迫他？你看他什么事都是他妈说，他妈说，他妈说。我妈就我一个儿子，我不听我妈话，听谁话呀？那你还就我这一个媳妇呢？哎，未来有什么打算吗？反正打算就是，我妈说了，说就是。行，你妈说了什么？说，就是说，如果他俩老了，就把那公司给我俩，让我俩好好经营，也不让他上班了，就天天跟我。那你能接得了你爸你妈的班吗？可以，我现在就已经在公司就是打下手上帮忙。你现在一个月挣7、8千块钱，就是在你父母的公司里是吗？好。主持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觉得我特别委屈，我处处都为他着想，就是为他付出了那么多，他凭什么呀？凭什么说去相亲就去相亲？那我在他心里到底是什么地位啊？去相了吗？没去，我就是跟他。但他没去，他就是有这个打算呀。你喜欢这小伙子什么呀？按你的说法，也不上进又偷懒，时时处处骗着你，但是你管得也严了些啊。那你喜欢他什么呀？当然就是他对我特别好，特别关心我，生活上的小事吧都为我考虑。但是就是让他去干什么事情，然后他就不干，我说什么他也不听。其实他也去了，但是他干别的事儿，阳奉阴违是吧？就是出尔反尔不算数。我觉得这样的男人就是一点责任心都没有。你说我嫁给他，我怎么敢把我的一辈子去交给他呢？那就赶紧跑啊！得，舍不得了。姑娘这交心你理解吗？你打算玩到什么时候啊，小子？结婚嘛。哼，你的意思是一结婚你就长大了，对吧？啊，小伙子指望通过结婚长大的。姑娘说你不长大，我哪敢嫁给你？妈妈说，再不结婚，我抱不上孙子，我就换儿媳妇儿。这一锅粥，你们说怎么熬吧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女生的头脑还算清晰的，而且呢也非常明白清楚自己要什么，要过什么样的日子，过什么样的生活，也明白面前是一大坑，但是呢还抗拒不了这样的诱惑。怎么办呢？你要想好几点。第一点是，短时期之内你想要改变它，变成你想要的样子，不可能。在恋爱当中，情侣关系最大忌的一点就是要改变对方，因为他的原生家庭，他成长的环境就铸就了他今天这样的性格。你要让他变成你心中的那个样子，这几乎是天方夜谭。第二点，你要明白一点，以后嫁进他们家，凡事
可能他都是说我妈说，你没有能力去跟他妈妈抗争，那需要一个非常大的智慧，非常长的时间去改变现在的状况。第3点，现在他可以说是在家族企业当中打工，其实他的工资说白了也就是父母给的。万一有坐吃山空的一天，他还没有长大，怎么办？你是否要搭上你的后半生去做这个赌注？你自己去考虑。对男孩说的是，赶快成长吧，不要再耍小聪明、小伎俩。你骗得了一时，骗得了一世吗？你要为你自己撒的谎和你自己所做的事情担起这个责任。女孩，你知道男生为什么看上你吗？不知道。因为你很像，你很像一个人，你很像他妈妈。他在很多方面是需要有一个人指引的。以前是他的妈妈，所以他口头禅就是我妈妈说，以后就是我老婆说。但现在当这个权力交接的时候，就会出现2个强势的女人要对抗。所以呢，和他妈妈一定不能有任何的冲突，那是长辈。你是有规划的，你是有目标的，你也希望这个孩子能够跟上你的脚步。但是这孩子长不大，或者说永远没你要成熟，所以你一定要问自己有没有这个耐心，一步一步地扶着他走。他听话是他的好处，但是他不完全听话，因为他会偷懒儿，他会骗你，耍小伎俩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千万不要让他像你想象的那样去改造，不可能的，他就是他。改造完了，他可能四不像了，太不舒服。所以，你要认可这样，就继续下去；如果不认可，就分手，就这样。又想马儿跑，又想马儿不吃草，就是你们俩共同的状态。又希望他听话，又希望他那个优越的家庭始终存在，这是你的想法。又想要有独立的个性，又想要自己的自由，那是他的想法。想要让一个纨绔子弟的男人成为一个奋斗青年，很难。那样的女人具有独特的魅力，你有吗？你显然是没有的。你说他对你很好，但他对你的好都不是付有代价的。如果他真对你好，是不是愿意独立的跟你在一起？他做不到，他甚至连要挟的相亲都说在嘴边了。所以你希望这个男人能够成为你心目当中那种男人是不太可能的。所以其实今时今日就是问这个男生一句话：有好的家庭其实是一种优势，能够用好其实是事业很好的根基。但是就目前为止，不能在家里打工，不能在家里住。如果这个男人至少能够做到这一点，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跟他继续下去。如果他连独立打工和生存的勇气都没有，他将来也继承不了家庭的事业。所以这就是唯一的条件。他愿不愿意独立，真的是他自己的事情。你千万不要逼他说你一定要出来，这条件不能由你来开，而是他自动自觉的行为。这就像有的时候你给他报一个培训班，报个减肥班，他瞒天过海是一样的。如果他能够自己自动自觉的独立起来，那我觉得你或许还有跟他谈的必要。就这样。好了，自己做决定，生命要自己去改变，而不是别人变。来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来，请关门。来看选择，请开门。来吧。
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，请见证。老婆，8个月前求婚你没有答应我，我知道你挑我一些小毛病，但是我发誓，从今以后我改，行吗？你嫁给我好吗？嫁给我。来，你至少得学会一样养老婆的本事啊，是吧？是。谢谢完美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。